此之间的那种博弈、极限的拉扯，其实每一次都是以身涉险。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剧最好看的。我究竟到底是要复仇，还是要自赎？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在《藏海传》里面饰演藏海这个角色。藏海呢是一个背负仇恨、有很多复仇任务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型的角色吧。请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10年隐忍这个阶段。从小孩变成了一个成年人，那我觉得是坚持、坚定、隐忍。关于营造术、纵横之术和堪舆之术，主要学到什么技能？营造之术的话，其实在剧里面其实没有表现的过多，无非就是一些房梁、一些梁柱啊的一些木质结构上的一些学问吧。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营造之术呢，帮到藏海的，我觉得更多的是他的一个思维逻辑的一个构建。经常会在剧里面有一些那种藏海的脑内的一些 CG 图，它构建了整个比如说这个房子的结构或者怎么样，其实是在更多从这些方面来帮助藏海在这个复仇之路上有一些成长吧。这一下就让我想起来我老板经常说的框架思维。对，我在生活里面也经常会这样，会对一些事情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结构嘛，这样会让你更加的做起事情来更加的清晰。然后说完了营造之后，那纵横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其实它是一个心理战术，包括也是在我们这个剧里面出现次数最多的一项技能，跟3个仇人然后彼此之间的那种博弈、极限的拉扯，其实每一次都是以身涉险。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剧最好看的。堪舆之术其实无非就是从他爹那儿，然后他传承到的一些技能，然后再加上后面星斗师傅教他的一些，可能就是看天象啊，然后通过空气里面的湿度啊，然后去判断接下来的雨水的量啊，其实是有科学的，当然是有科学的。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用3个词形容回京复仇阶段藏海的人物状况。我觉得是步步为营，敛藏锋芒，洞察人心。10年的隐忍到回京复仇，在年龄上跨度，除了衣着变化，还有哪些细节能够表达他的成长？比如说初入京城双眼清澈，到后期成为钦天监双目伶俐。是，明白。其实这个点也是最初我们在围读的时候，我跟导演反复在确认跟探讨的点。因为其实从入京，然后到发生第一个任务时间线的时候，没有隔几天，最多可能就隔了7天、1周的时间，但是他就要变得非常的有谋略，然后非常的有胆识，然后非常的可能是有一些小小的城府。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说我不可能在入京的时候演一个很天真无邪的一个少年，然后过了2天我就要跟大家斗智斗勇，我说这个有点分裂。所以到后面其实我选择的是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心怀决心，然后跟一个知道很明确自己的任务是什么这样的一个少年，然后进城。只是他在面对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敌人会如此的强大，所以在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去不断的武装自己，然后去拉拢身边可以拉拢的所有的力量，然后来帮助自己。进京开局最难的地方是哪里？我觉得是第1步，万事开头难吧。在复仇的道路上，香案图和庄之行的出现，对于藏海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一开始对于藏海来说，他们俩就是他复仇路上的一个棋子。但是到后面剧情不断的深入以后，他对这2个人其实在情感上面产生了变化。而且他在对于人性的深究上面，他也会怀疑自己的做法是不是正确，他也会矛盾，是不是我就为了复仇蒙蔽了自己的双眼，然后去利用别人，这个事儿真的对吗？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好看的点是在于，它不是一味的爽，它是在于到后面的时候，他会对藏海的这个人性有一个拷问，自我拷问，我究竟到底是要复仇还是要自赎？很重要，这点非常重要，我认为非常重要。